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讲述李锐日记背后的故事啊。就是李锐呢，不光是写入日记啊，他后来啊，他还跟那个一个叫《炎黄春秋》的人叫丁东，这个人呢，他口述啊，他是讲他自己过去的往事啊，他就把他自己从小长大呀，然后再参加革命啊，所有的经历内容都讲了出来。在他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头啊，他由于跟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啊都有来往啊，他呢就讲了他对不同高级干部的那些见闻。你比如说毛泽东啊，这个高岗啊、康生啊，这个薄一波、陆定一啊，江泽民，包括习近平。你比如说他里头讲的细节，那毛泽东，他讲毛泽东这话讲得非常狠呐。他说毛泽东这个人呢，他跟杨开慧大家都知道是他的第一个正式夫人啊。他说杨开慧啊，后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啊，由于修建杨开慧的故居，结果呢就找到了杨开慧的早年藏在这个故居墙里面的一些书信和文稿。他说这个书信和文稿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湖南当地啊出版了一本书，就把这书信集啊文稿给出版了，但是删节了很多内容。删了什么内容呢？李锐就讲了，他说杨开慧啊，当时啊就形容毛泽东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毛泽东啊，当时跟杨开慧结了婚之后，不生了这3个孩子吗？28年的时候，毛泽东就跑到了井冈山。到了井冈山之后啊，当时看到了那贺子珍，贺子珍17岁就跟贺子珍又结婚了，就已经把杨开慧完全扔到一边去了。所以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率军队去攻打长沙的时候，2次路过杨开慧他们家，就不把杨开慧接走。为什么不接走？就是因为他在井冈山那山上实际上已经娶了刚刚17岁的贺子珍。这个消息呢，后来杨开慧的哥哥啊，也去了井冈山之后，就把这消息传回到了这个家里头。杨开慧备受打击啊，所以说毛泽东这个人呢，说是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那李锐还讲过毛泽东很多不堪的事情啊，他还讲了，他说老毛这个人呢，他家里他跟他父亲还乱伦呢。他的父亲呢是个富农，他跟他的父亲也作对，这个父亲有次要打他，他就跑，他就跑。他的父亲呢，原来想他干什么呢？帮助他，他父亲是个富农，兼商人，帮他记账卖东西，让他读一点书，他就有他自己的想法，你看那里有个人在他自己搞这个，肖永义那个人跟我一起的，他也是一个教授，对，喜欢写诗，他是杨开慧的亲戚，他就跟我讲过毛泽东、杨开慧的事情，这个事情现在我都第一次知道他讲的。毛泽东不是有个原配吗？对，没有结婚吗？但是这个原配就是他家里，就变成他的爸爸的小老婆。所以这个人呢，在生活上乱来啊，他很继承那一点他那个父亲。这个人就这么样。所以你就知道李锐对毛泽东的这个揭露啊，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残忍的。如果这些信息如果都披露出来，你想想，那伟大领袖的形象，那不就彻底就完蛋了吗？是吧？这是他讲的毛泽东的故事啊，还讲了其他的人的故事呢。你比如江泽民，我们刚才讲了江泽民当时跟陈云的故事。后来江泽民到了上海，89年的时候啊，这个上海不是也是闹这个学潮吗？是江泽民在上海就把《世界经济导报》清本利他们给处理了。然后后来呢，江泽民也不知道自己处理的对不对啊，他就跑到北京来，去托关系见到了赵紫阳，因为那时候想见到赵紫阳也不太容易啊。见到赵紫阳之后，赵紫阳就把这个江泽民一通批的还挺严厉的，就是江泽民灰溜溜的回到了上海。就是事后啊，后来这个赵紫阳下台之后，江泽民无意之间中了彩票，到了北京当了总书记。当了总书记之后，江泽民对赵紫阳是非常怀恨。李锐也讲了一个细节，他说赵紫阳在去世之前啊，他去北京医院，当时去看了一个孙大光的人，隔壁就住着赵紫阳。当时呢，赵紫阳门前啊就坐了4个警卫，他就想进去看，结果那警卫不让他看，最后他就跟那警卫说：“你打电话跟你的领导请示，说李锐要看赵紫阳。”结果那人同意了，就让他进去了。
进去之后，他就说赵子阳一个人孤寂地坐在床上，那个幕布之后还坐了几个保安看着。那个时候赵子阳距离去世只剩20天的时间了。当时他就劝赵子阳说不要再看报纸了，什么什么之类的。赵子阳这里头还讲呢，赵子阳在89年之后啊，李瑞是去过他们家看过赵子阳几次，说赵子阳特别在意有些历史上的功过评论，还专门写文章纠正。他说千万不要让后人呢对他有一些误解啊等等。他就当时啊见完赵子阳之后，他就给这个江泽民写了一封信，他说事情不能这样了，人都快死了，你还软禁，你赶紧取消吧。这个江泽民也没理他，所以他就说你看江泽民这个人多小心眼啊，是吧？他就是不想让赵子阳好好的能够度过自己最后的岁月。还比如说你讲，他说习近平他说啊，当年习近平到河北正定县的时候，他去过，是吧？就是在正定县当县委书记嘛。当时河北省的省就讲了，他说习仲勋专门打招呼要关照他的儿子，就在那个河北省委的常委会上讲。那你想想，这消息在河北传开了，那习近平在河北就不好待了啊。于是呢，就被调到了福建省啊，做了厦门市的副市长。后来呢，习近平啊做了福建省的省委书记的时候，他去到跟习近平见面。他请我吃饭的时候呢，我就讲了这样的话了，在书上都登出来了。我觉得你现在地位不同啊，地位不同啊，可以讲一点有意义的话嘛，就是有意啊，应该讲点意见嘛。你现在地位不同了。上级又讲，你可以打擦边球啊，我哪里敢呢？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看不起他了，因为他是仲勋的儿子。仲勋你们知道了，那是了不起的，我和仲勋又是好朋友。他就讲习近平这个人实际上没什么担当。当然，事隔多年之后啊，当后来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是专门对习近平有个评价，在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说习近平的文化程度真低呀，小学毕业呀，没想到文化程度这么低呀。不是知道，或许我不知道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他在浙江当地委书记的时候啊，他请我吃饭，我去了，他去了，我老伴去了，4个人，他这个就是他一个人啊，一桌好饭啊，好得很，就4个人。我那个时候不晓得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你们知道吧？他小学生，因为他是习仲勋的儿子嘛，所以我就讲话就随便一点了。这就是李锐对习近平的评价。那他这本书出来之后啊，他是2013年的时候在香港出版的。李锐的女儿呢，就叫李南央，她是整理的这本书嘛，她带了几百本书啊，从香港到中国大陆啊，想要过海关，结果过海关的时候，这些书全部被扣押了。扣押之后呢，就是带不回来了嘛，带不回来之后，这李南央就跟李锐讲啊，而李南央就不服气啊，为什么他父亲写的这么一个回忆录不能带回到中国大陆呢？于是呢，他就问海关，海关人就不跟他解释。于是这李南央啊，一怒之下就把这个海关给起诉了。起诉了之后呢，就打行政官司嘛，就说你依据中国的宪法，依据中国的法律，哪一条规定李锐写的回忆录不能进入到中国大陆？结果啊，这也是一个挺奇葩的事情啊。北京市的这样的一个法院啊，连续20多次延期推迟审理，就是不开庭，也不知道推迟到什么时候。反正总而言之，这个案子就不开庭。最后李南央呢没有办法啊，就想到了，他说你不开庭，我就找北京市人大
要求北京市人大督促监督北京市法院开庭审理这个案子。结果北京市人大不接他这个信，最后呢，他就找人大代表，希望用人大代表提案的方式来直接责成北京市的法院开庭审理这个案子。结果也没有人敢给他做这个提案，所有的路啊都走不通，就是他父亲的这个书就是不能进入到中国大陆。不过我也想啊，你看看刚才那个李锐那个回忆录里写的那些内容，共产党确实也没有办法让他这个进去。你想想，当年李自锤写那些书《毛泽东私人一生回忆录》，那进入到中国大陆，天字一号禁书啊，那抓住之后还被判刑的。说实在，他也就是李锐啊，李锐的女儿啊。如果不是李锐的女儿，别人要搞这个书，我估计早也把他抓起来判刑了。因为讲的都是共产党最肮脏的事情嘛，讲的都是那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嘛，能让他到中国大陆去流传呢？不可能的，是吧？这是李锐写的，就是《李锐口述往事》这本书啊。那紧接着李锐啊，这个日记里还有其他内容啊。那89年的时候，李锐当时啊，应该说他是目睹了共产党的军队直接屠杀学生，因为李锐住在那个部长楼啊，部长楼大家都知道，在北京的木樨地，而且他们家这个部长楼呢，还正好就在木樨地那个街边上，所以那个1989年6月3号的时候啊，那个解放军的军车开始进入到北京，从那个长安街西长安街进入到这个天安门广场这个路上啊，他们在这个过程目睹了整个的过程。他自己的日记就讲到，那天啊11点左右啊，他说那枪声啊就渐近，当时有很多北京市的市民呢，就把一些那隔离墩呢，还有一些公交车啊，就推到那个马路的中间，就想做一些这阻挡嘛。这个时候就听到那机枪就往上面踏，啊，人群呢就开始往后退，又往上来，又往上退，就这个过程啊。他说到5月12点的时候啊，他说就看到这个解放军的军车开过来了。他说解放军的军车开过来之后，前面呢是一个方队，全都是拿着那个盾牌的人站着两边，然后后面呢就是一个方队，拿着盾牌这些人就往那个两边的这个市民那边上的市民里头投弹。然后这时候呢，马路两边呢，那居民楼里头那些人呢，都在看着这个解放军啊，开始打枪啊，往那个人群里扫射，大家就在那喊法西斯，法西斯，一喊法西斯，这子弹啪啪啪就打过来了。当时他就讲了，他们李锐他们家是这个部长楼的第6层，由于他那个路边上有一排车库，所以呢，解放军的军车开过来的时候，那子弹呢只能打到第7层，打不到他的第6层。但是当时啊，他那些邻居，他是有一个邻居，他们家那是第7层的，那阳台上就直接被打入弹孔。李锐他们当时就蹲在阳台上，就往底下看，就看着坦克车开过来之后，就开始直接打这个学生啊市民啊。然后呢，他就看到说那个地上那些血迹啊。他说当时最高人民副检察长关富山的女婿就坐在家里，就在他们的楼里头就被打死了。第二天一早，他就跑到了那个复兴医院去看，因为复兴医院呢，很多他当天晚上就看到很多伤员就被送到复兴医院了嘛。到了复兴医院，那医院的医生都在哭啊，说这伤者中间已经有50个人死亡了。这些细节啊，都被李锐啊记到了日记里。他当时就说，他说事情做绝了，他说啊，将来啊何以谢天下呀？他的意思啊，就共产党完了，知道吧？就共产党这么做是完了。因为89年的时候啊，李锐啊其实还跟那个余光远啊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中顾委的委员呢，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就坚决反对镇压学生。结果后来在64之后啊，他就被揪出来了。当时党内呢就说不予登记，就把他们这四个人说，就这意思就是说相当于开除党籍了，不予登记嘛，你就不是共产党了嘛。结果后来还是陈云出来替他说话，说不能再这么搞了，说这件事情再搞啊，将来啊还得平反，是吧？因为他是在组织生活会上提出来的建议，符合组织生活会的原则。所以后来薄一波在开大会的时候就说这件事情一风吹了，过去了。就是说，我们4个人跟中央写了一封信，不要搞戒严运动，不要对学生呢，搞行动，人性同党性发生矛盾，我坚持人性。就李锐就把这些的事情呢都记在他的日记里。那你想想，
李锐的这些日记，对于中共的来说，那是致命的，对吧？因为你想想89年那个事情，共产党是从来不愿意提起的，文革期间的那些事情，他也是不愿意提起的，包括大跃进那些事情，他也不愿意提起的，包括共产党高级干部之间的那些凶杂，李锐的日记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应该说啊，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啊，他不像这个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啊，你像西方的是政治人物，一般来说退任之后都会写回忆录，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啊，写回忆录的非常少。当然这里头也有客观原因啊，也确实有文化的不多呀。你写回忆录，你还得有点文化，你没文化你怎么写回忆录呢？反正我看过的没几本回忆录，你像严明富写过回忆录，严明富本身也是才子啊。但严明富写回忆录，我们过去在节目里头也讲过，严明富回忆录是第1册、第2册，第2册只截止到了改革开放。我内心猜测，严明富一定写了第3册回忆录，但是第3册回忆录就不让他出了。为什么？因为严明富的第3册回忆录就一定涉及到89事件，89事件过程中，严明富是重要的当事人，但是不会让他出的，是吧？所以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头，能写回忆录的人非常少，写日记的人就更少了。能够几十年来笔耕不断、认认真真写回忆录的人，那就绝无仅有了，凤毛麟角了。所以李锐的这批日记啊，应该说是史料价值极高。那么上个世纪我们讲过了吗？他不是曾经到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吗？去了哈佛大学，89年的时候，哈佛大学的有一个研究中心，东亚研究中心啊，他的主任呢叫麦克法夸尔。在麦克法夸尔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他在那儿接触到了西方的学术界啊。然后呢，也在美国6所大学做了访问，还去了这个胡佛研究中心。他对西方的这个学术界应该说有了基本了解。那么到了2013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李锐出了这本书，就是李锐口述往事这本书啊，由于带到中国来的时候呢，被禁止了，所以当时李锐就比较紧张了。为什么呢？他担心啊，他身后的时候这些日记啊也都被共产党给查抄了。因为他的日记啊，后来在晚年的时候，李南央啊曾经把它做过这种数字版。数字版之后，在美国他好像做一些整理啊，结果呢，就在2013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胡佛研究中心的一个副主任到他家里拜访，看了这批日记，就当即表示愿意收藏。所以当时李南央在2013年出那个李锐口述往事的时候，就跟他父亲商量说：“你这个日记啊，放到中国也不安全呐，万一共产党把你都烧了呢？”李锐一想也是啊，你想啊，那这周恩来的那些史料什么之类的档案，他自己是亲身经历过的。那邓颖超是逼着他们把那都销毁啊，因为周恩来在文革期间陷害很多其他人的那些批示，那不能是人呐。所以李锐非常担心，于是就在2013年的时候，就让李南央把他这些日记啊，陆陆续续全部带到了美国。在2017年的时候，李南央又受李锐的委托，把这个日记呢全部捐献给了胡佛研究中心。这就是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结果没想到，后来在2019年，也就是2月，李锐去世之后，李锐的这个继任夫人张玉珍突然开始对，就是这个李南央发起了诉讼。诉讼呢，就是据李南央讲啊，就是2019年的4月份的时候，他就收到了传票，说张玉珍把你告了，就是要求说这个继承官司。当时李南央就非常奇怪，说这个当时李锐生前已经把这些日记捐献给了胡佛研究中心，怎么现在他起诉我呢？按道理他应该起诉李锐啊，李锐捐的呀。所以他当时就给中国的法院呢，就写了一封管辖疑议。他说这件事情啊，根本不是一个继承权的问题，是李锐人家生前就已经把这个东西捐给了胡佛研究中心了，你这个跟继承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一个财产权的归属问题吗？结果中国的法院没听，意思就是说有事情你到法庭上来辩。于是这个官司呢，在2019年的6月25号就开庭了。据说这个开庭还是不公开审理，大家到法庭上还看不见，还不让进。在2019年的12月份啊，中国的西城区法院就做出了裁决。裁决当时就是李南央也包括胡佛研究中心必须在法院判决之后1个月，把这批日记的原件也包括电子档全部归还给张世珍。这里头还有一些好玩的信息啊，什么好玩的信息呢？就是6月25号，
那法庭开庭的当天，网上流传了一个这个声明，什么声明呢？就是张玉珍写的声明，也就是李瑞的夫人呢。这个声明呢，主要有3条。他说，第一个呢，就起诉这个事情啊，不是他的本意；第二呢，就是当年啊，李瑞啊处理他遗产啊、日记的事情啊，他没有异议；第三呢，说这个官司啊，这个跟他没什么关系，也因为这个官司的事情不要找他了，他已经90岁了，他希望能够就是说安然的度过这个余生。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声明是真是假。后来据说李南阳还委托律师啊去询问这个张玉珍，也没有回音啊。但不管怎么样吧，在2019年的这个12月份啊，中国的西城区法院就裁决这个史丹佛这个败诉了，你必须把这日记全部归还给这张世珍。但史丹佛人也不干呐，人觉得这批日记价值非常高啊，所以在2019年的6月份啊，史丹佛大学就在美国反诉了张玉珍，要求美国的法院来确认这一批日记的权属于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那张世珍也不简单呐，因为张世珍于是在2020年的时候，在美国又请了律师，把这个史丹佛还有包括李南阳一起告上了法庭。那这个官司在美国打起来，诉讼就漫长而且昂贵了，所以有人说这个官司啊，当时一共花了几百万。有人讲说李南阳实际上幸亏是跟胡佛大学、胡佛研究中心一起告的，否则的话，李南阳自己连请律师都请不起。你想想，对吧？因为张世珍有人给他出钱请律师，你李南阳在美国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移民呢，你怎么花得起几百万来打这个官司呢？但是由于把这个史丹佛一起告了，所以史丹佛就花巨资，就是要维护这批日记在史丹佛的这个所属权。这个官司啊，就是后来史丹佛反诉的案子，就是在上周已经开始正式开庭审理了。今天是美国西部时间8月29号的上午9点，著名的李瑞日记争夺案将在这个联邦的法庭审理。这是联邦法院的大楼，一会儿呢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在2楼审理这个案子。上个礼拜一，也就是8月19号，一直持续2个星期，到今天是8月29号，很可能今天会结束庭上的审理。这个房间就是审理李瑞日记争夺案的这个房间 ，Court Room 6。这里面正在审理，进去就不能拍摄了。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国研究学者叫林培瑞，是吧？他呢前2天据说还要在法庭上出庭作证。他来作证什么呢？他作证的意思就是说，张玉珍根本没有财力支付这笔诉讼的费用，所有这些诉讼的费用都是中共在背后支持的。Honoring the wishes of Li Ray, that his materials, including the original diaries, remained at Hoover. That's what this case is about. We do not believe Zheng Yuzhen is prosecuting in this case on her own, and the evidence will show who else is behind it. I believe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I was prepared in my testimony to have to make that argument that no, the CCP is really behind this, not this old lady. But it was so clear now that I don't think I have to make that argument. I mean, she herself said that she doesn't have the money or the will to be doing that. 中共之所以要拿回李瑞的这批日记，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历史，为了就是要掩盖真相，为了就是让人不知道共产党历史上的这些黑暗的一幕。所以维护李瑞日记在胡佛研究中心的产权，不仅仅是维护其实他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生前意愿，更重要的是跟中共控制言论本身做斗争。这其实就是整个李瑞事件的来龙去脉啊。我一直在想讲啊，李瑞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啊，就他是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啊，早年呢，你看还给毛泽东做秘书啊，但是呢，他随着他对共产党历史的了解，最终呢，他逐渐的走向了共产党整个这样的一个党派立场的反面，
成为了党内的一个开明派的象征。他在晚年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共产党就是一个培养奴才体制的黑社会。据说临终的时候啊，所以他在去世的时候，他在去世之前跟他的女儿曾经讲过，他不希望他归葬在八宝山，也不希望他在身后的时候身上覆盖党旗。为什么？他说他之所以还留在共产党内部，不是眷恋共产党给他的这些特权，而是认为他之所以留在共产党内部，他说话的影响力更大，因为他的那个特殊的身份，说话的影响力更大。他希望通过他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了解共产党的真相。但是啊，非常可惜的是啊，李瑞去世之后啊，还是被葬到了八宝山，他的身上还是被盖上了共产党的党旗。包括他十分讨厌的习近平，也还给他亲自献上了花圈。只不过，当他的葬礼完成之后，马上就开始对他的清算，把他的家所有的书房全部查抄一空，然后呢，就在美国发起诉讼，要把他这些日记要回来。我在想啊，共产党想要控制这个历史啊，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李瑞日记啊，到了美国这些年啊，其实他79年之前大部分已经出版了，而79年之后啊，这个史丹佛研究中心在2019年之后就已经陆续开放了，所有人都可以去看李瑞日记的内容。网上呢也有关于李瑞日记啊这总结的林林总总的各种各样的内容啊。真相是封不住的，历史终归是历史。共产党希望通过这种偷天换日的方式啊，欲盖弥彰的方式啊，来掩盖世人对他历史的这些认识啊。我想这些注定是徒劳的。为什么？因为啊，尽管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但它内部一定会有一些良心未泯的人，而这些人呢，最终说出他们内心记录的历史的时候，那一切历史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好了，我今天就讲这些。我们也希望李瑞日记尽早能够出版。我呢，如果要去美国的时候，我也很有兴趣到胡佛研究中心看一看李瑞日记的真面目然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讲一讲李瑞日记背后的那些更为鲜为人知的故事。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有一本书叫做《李瑞口述往事》，最后一章呢，就是我接受过的高层人物，我怎么写的。从毛泽东开始，最后一直到习近平。We do not believe Zheng Yuzhen is prosecuted in this case on our own. And the evidence will show who else is behind it. I believe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I was prepared in my testimony to have to make that argument that no, the CCP is really behind it, it's not this old lady. 或许我不知道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他在浙江当地委书记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晓得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你们知道吗？他讲说中国这个国家没有办法。这个事情你们比我要考虑多少，研究多少，知道多少。这个中国这个国家本来武术已经解决了，缺乏什么？就是人权同科学。武术运动已经解决了，缺乏了结果又来了一个马克思。人性同党性发生矛盾，我坚持人性。